国宝大熊猫的拆家本领有多强？眼前这3只铁窗类的小熊，就是在中心只手遮天的黑恶势力张卡一家，而他们被关起来，不仅是因为狼子野心，还有把圈舍的铁门给拆成了卷帘门。要不是工作人员及时发现，恐怕张卡就要带着子女去收拾其他家族了。因此，在门还没有修好之前，张卡一家只能含泪在铁窗里面生活。而蒙兰同样是破坏力强的拆家大王，凭实力得到了满院子的破铜烂铁，以及夏天烫定冬天冻定的铁王座。其实刚开始是蒙大留下的木秋千，可没几天就被蒙兰拆的只剩骨架，于是工作人员贴心的换成了铁架子，以为梦儿拆不动就会放弃拆家，没曾想蒙兰竟然把底座掰下来吃了，直接喜提一个会折磨屁股的铁秋千。只能说石铁兽称号果真名不虚传。普普去东北打工的前一天，为了给接下来的住户增加点难度，特地花了1天1夜的时间拆家。只见普普先是利用体重把木架砸烂，原本坚固的骨架也被他用脚踹到松散，而拆下来的木头也被运到边边角角，防止饲养员突然跳出来妨碍拆家大业。等到夜深熊尽，所有小熊都睡觉了，普普却还在熬夜把剩下的木架拆完，以至于第2天搬到这里的雅吉直接懵了。他趴在地上，手电筒一闪一闪的睡不着，见鬼了，这床怎么和我以前住的不一样？不过在这之后的雅吉也学会了拆家，好好的秋千在他的铜牙利嘴下成了破烂，拆下来的椅背被他抱着过肩摔，期间还不小心压倒了2棵倒霉的小树。终于知道人类为啥管小孩子叫熊孩子了。熊猫巧巧觉得凉亭配不上他的气质，挣扎许久后，终于下定决心拆了它。只见巧大爷双手拽住凉亭边缘一顿摇晃，费了半天竟愣是没有拆下来。不过这小子并没有轻言放弃，放狠话说自己今天就跟凉亭杠上了。经过巧大爷不懈努力，大工程终于完工，凉亭应声倒地，而他也火速逃离现场。奶爸奶妈呕心沥血的给公公做了玩具，没曾想这熊孩子瞬间化身2哈，3下5除2就拆得稀巴烂，就连元芳花大价钱买的竹椅也被熊孩子几巴掌拍烂后吃进肚子里。只能说送竹制玩具算是送到孩子胃口上了。其实玩具拆了也就算了，可滚滚们连自己睡觉的床也要拆。只见他猛地一用力就把床掰成了2半，完全不费吹灰之力。2哈拆家尚且能骂一顿打一顿，而熊猫拆家打不过骂不得，甚至还得每天好吃好喝伺候着。原来不让养熊猫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。眼前这只被奶妈盯着带娃的大熊猫，就是程大的亲姐姐妮妮。因为妮妮带娃比程大还喜欢偷懒，经常导致仔仔吃不饱饿的嗷哭。于是奶妈只好在房间内摆了一张椅子，每天亲自监督妮妮给孩子喂奶。当妮妮听到门外窸窸窣窣的脚步声，耳朵瞬间竖起，仔细辨别是不是奶妈来了。确认过脚步是熟悉的那个人，她赶紧抱起地上的孩子，假装母慈子孝。然而当奶妈拿着小苹果走过来后，妮妮再也装不下去了，光速扭头，目光精准锁定对方手里的东西，用娃换果果的意图再明显不过。接过小苹果的妮妮也很干脆，直接放开双手，任由仔仔从怀中滑落。要不是奶妈眼疾手快一把薅住，熊孩子就要再次和地板来个亲密接触了。只能说在美食面前，母爱的小船说翻就翻。当妮妮独自带娃想要偷懒的时候，神出鬼没的奶妈就会突然冒出来提醒她。妮妮，我去。而被妮妮抱反了的幼崽也跟着大声告状，无奈奶妈只好继续坐在小板凳上监督。此外，妮妮和程大一样喜欢用娃换蜂蜜水，如果奶妈端来的蜂蜜水不符合她的要求，妮妮同样死活不同意把宝宝给对方。于是奶妈只好起身去拿她的压轴法宝，放在蜂蜜水里，并用勺子搅拌均匀。小熊精妮妮则斜着眼睛偷看奶妈的操作，这下她终于心满意足地喝了起来，任由奶妈拿走怀里的幼崽。等到幼崽好不容易长大能出外场了，妮妮带娃依旧主打一个心大，幼崽还在木架上下不来急的团团转时，妮妮已经头也不回的回家去了。熊猫宝宝只好鼓起勇气从木架上跳下来，摔了个跟头不说，还发现妈妈不见了。幼崽的天顿时塌了，这妈也太不靠谱了。并且妮妮有事没事就喜欢把娃推沟里，孩子爬上来一次她就推一次，最后身心俱疲的仔仔直接躺在沟底摆烂，抱起竹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出口恶气。作为比熊猫宝宝还爱玩的猫妈，但凡饲养员搬来新鲜玩意，妮妮都必须第一个享受，不仅会为了玩大轮胎直接撞飞熊孩子，还坚持让走路都不稳的仔仔帮忙推秋千，自己则握着绳子翘着脚玩得不亦乐乎。之后妮妮玩秋千玩得太嗨，又踢又咬，众目睽睽下把秋千给弄坏了，为了护住钱袋子直接拍拍屁股跑路了。唯有熊孩子看到后心疼的抱着秋千好哭，这架势和芒小五哭飞机有得一拼，只能说有个爱玩的妈也挺心累的。眼前这对过于亲密的热恋小情侣，就是虫洞过气顶流氓猩猩莽晨晨。身为熊猫圈赫赫有名的哥宝兄，莽晨晨最喜欢和猩猩哥哥黏在一起，甚至就连吃个饭都要挤到对方怀里。这要是哪天分开了，他不得哭上3天3夜。别的小熊都是做妈妈巴适，莽晨晨则是做哥哥巴适。要知道晨晨猪比猩猩还要胖好几斤，当他全身都趴在哥哥背上时，大冤种猩猩
星直接被压成了罗圈腿。不过星星却很宠柔弱不能自理的弟弟。晨晨猪懒癌犯了不想动弹时，星星就会去打包竹子回来和弟弟分享。当兄弟俩坐在阳光下吃胡萝卜时，好脾气的星星不仅任由弟弟躺在自己腿上，就算嘴里的胡萝卜被抢走半截也不会生气。这要是换成双总晨晨早就挨800鞭揍了。并且当晨晨猪爬门越狱的时候，星星害怕掉下来会用脑袋顶住他，对弟弟的宠爱都快要溢出屏幕了。不过有时候星星也受不了这个黏熊精，恨不能在腿上安个马达四处逃窜。可晨晨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也甩不掉，星星气得直接上手揍臭弟弟，可怎么看都怎么像是打情骂俏。一顿输出猛如虎，一看伤害0.5，还没隔壁可爱兄妹扣眼珠子的伤害高。不过当星星和表弟七宝纠缠到一块后，晨晨猪看见了赶紧过来支援哥哥，两兄弟合伙差点把自家老表揍哭了。不得不说星星沉沉的画风像极了青花青露姐妹，要不是这两对双胞胎有血缘关系，单凭长相网友们也能点个鸳鸯谱。作为虫洞养猪场的炫技之作，星辰兄弟不到1岁就已经100斤了，尤其是晨晨一整个就是蹲式的小猪仔，脖子甚至比绯闻女友花花的还要短。不过和怕水的女明星不同，莽晨晨从小就酷爱洗澡，还凭借一张浮水管洗澡的照片火遍全网，被猫粉们亲切称呼为玉皇大帝。而兄弟俩同步跟着外公跑的画面，不知萌化了多少一的少女心，这内八的小步伐简直不要太可爱。此外，兄弟俩还会合起伙来废妈妈。每次莽仔想安安静静睡个美容觉时，星星晨晨肯定会不谋而合的过来，并且整只熊都几乎粘在了妈妈身上。好不容易莽仔能躲在笼子里清静会，可兄弟俩也要扒在门口叫妈妈，直接把莽仔烦得躲到一边去。如今看来兄弟俩是互为丰容啊，这要是哪天分开了，星星晨晨不得哭上3天3夜。国宝大熊猫的智商有多高？这天馆长给可爱兄妹丢了笋笋，眼尖的爱爱一下子就看见了，随后下树半空跳滑梯一气呵成，生怕晚1秒笋子就不翼而飞了。然而可可看到妹妹吃独食后，立马像块狗皮膏药似的黏着爱爱，大有不拿到手誓不罢休的气势。爱爱被他扒拉的摔了一跟头，又急又气，但还是好心的叼着笋笋带哥哥去找另一根，结果于可愣是没看见，还给了妹妹一逼的，气得爱爱当场暴走，就差把笋子塞他嘴里了。在这儿征服了你的老六，只能说有这样一位傻憨憨的哥哥，我们小爱同学也是很心累啊。而同样智商超群的还有男明星萌丸。这天萌丸打包装有窝头的红球，准备来到离游客近的地方慢慢享用，结果走到半路窝头不小心掉了出来。毫不知情的萌丸坐下摆弄几圈后，才发现里面的窝头不翼而飞。他赶紧埋头寻找，还去搜查了其他玩具，内心 OS 这么难吃的窝头藏得还怪深。而后小熊精按照打包的路线继续找，但还是和地上的窝头失之交臂。萌丸气呼呼的转身回家去找奶爸算账，出来后就直奔窝头掉落的地方。很难不怀疑萌丸回家查了的监控，难怪能被官方认证为智商超群。萌丸这分析事情的能力简直绝了，都知道熊猫需要经常锻炼后肢力量，以便未来找媳妇的时候造娃顺利。这天奶妈把笋笋放在篮子里挂了起来，公公踩着木马踮起脚也还差一点距离。小熊精没有放弃，而是开始琢磨别的方法。在看到一旁的小红床后，他灵光一现，将床摆在吊篮下，自己小心翼翼地踩上去。为了防止摔屁股蹲，还用手扶着木马把手，随后轻轻松松就得到了吊篮里面的笋。如此聪明机智的小熊精，难怪能俘获众多一亿的芳心。此外，熊猫妈妈为了一碗盆盆奶，竟然还掌握了新技能卖惨。七人七果母子俩没事就扒拉着铁栏杆，满脸愁容的求饲养员可怜可怜吧。走路都不稳的小七果也在努力配合老妈，这谁看了不想给他俩盆盆奶喝？如果没有仔仔打配合也不要紧，秦岭丫丫无师自通学会了用盆搓栏杆，给人一种大不了鱼死网破的心态。此外，滚滚们还已经掌握了人类语言。振生和舅舅云儿一同来到盐城打工后，云儿是来打工的，振生是来当大爷的。不想上班了就直接掰开铁门回内室，并且振生还不许奶妈责备他，一说他就哞哞哞的反驳。女熊声音像杠铃的也只有振生了吧？网友们还知道熊猫们的哪些成精名场面呢？